这里距离尼泊尔村庄仅有一条河相隔，和日喀则扎木沟一起是全国唯一的夏尔巴人居住地。走在这座小城的街头、农田、山地，都能和尼泊尔一样看到对方的房子和村庄。这里曾与世隔绝，也是全国最后通公路的乡镇。这里是中国西南西藏日喀则定结县陈塘沟，欢迎来到卓玛的故乡。相信在这里您一定能感受到陶渊明笔下的守拙归田园的诗意。我现在在西藏日喀则市定结县的陈塘镇，和对面呢是尼泊尔，然后这边呢是咱们的祖国。大家看到这前面的这两个山没有？这山上的这边是尼泊尔的村庄，那边是咱们中国的村庄。我听阿爸说，那是我。从卓玛的家日喀则江孜县出发到定结县陈塘镇，行车时间8小时左右。翻山越岭后，随着下坡海拔越来越低，咱们就能看到西藏不同于拉萨的另一面。西藏是一个多民族的地方，除了藏汉以外，还有回、蒙巴、珞巴以及56个民族之外的登人、夏尔巴人等等。在这个大家庭里面相亲相爱，平时不怎么接触到夏尔巴的朋友，所以一路上卓玛都是充满期待。到达目的地之后，更是难言激动。这是尼泊尔村庄。对，那个红色房子的是口岸。红色房子对，红色房子是口岸，这边是尼泊尔的村庄，那边是咱们祖国的村庄。它这个电线从我们这儿拉的吗？他们自己拉。电线啊。我年年我怎么对啊？你看是的嘛？对呀，对，口岸这个。口岸的。这个是尼泊尔的。对。这个沟叫噶玛沟，这里这个沟叫噶玛沟，这上面的村庄是尼泊尔的村庄，然后对面的村庄是咱们祖国的村庄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定结县的陈塘镇，带你们去看看这个边境小镇的生活。这里的房子大部分都是木头制作的，虽然是在日喀则，但是我们那边的房子是不一样的。然后我朋友他就是这里的人。风是一个村子。大家看到没有？山上也有好多房子。然后我现在在下面的一个村里面，咱们的那个镇是在这个山上面。陈塘镇也可以被称为天空之城，因为它建在山上。从山下的藏嘎村到陈塘镇的公路，直到2018年才修建而成。而从外面走进藏嘎村的道路，60年代开始修建，也就是说，实现拉萨到这里的目标用了半个世纪。从咱们国家到南亚，如果不坐飞机，那么从西藏出国门也比较方便。西藏和尼泊尔等地的通商道路基本靠5个口岸，其中有4个都在日喀则。除了之前去的亚东定结县也是其中之一。咱们走在来时的路上，可以看到正在翻修的日乌口岸以及新修的陈塘口岸。几年前，陈塘镇和日乌镇的公路不通，几十公里要靠步行，时间耗费2到3天。当时做生意就是去日乌，但是由于路途遥远，出门一趟很不容易，人不算多，所以定结的口岸没有亚东、吉隆那么繁荣。不过喜马拉雅山南面暖湿气流，从日喀则的几天裂谷润进来，造就了陈塘宜人的气候。咱们都知道，西藏林芝被称为小江南之外，在咱们的日喀则也有被称为小江南的地方。在西藏，除了林芝，数目最多的地方也是在日喀则。是的，这里的海拔只有2200米左右，比林芝更低。如果您刚完成难忘的珠峰之旅，可以即刻到陈塘来，体验一把醉阳的感觉，不用担心长途跋涉。比起卓玛从江孜到陈塘，定结就在定日县隔壁。我现在已经到了珠峰脚下小江南陈塘沟，这边呢就是一个中间有一条很大的河。一条彭曲是中国和尼泊尔的分界线。卓玛在这个小镇逛到了天色暗下来，觉得第2天一早再爬到陈塘镇的城区。
实际上，由于山下通路晚，山上陈塘镇更晚，所以便利设施都在山下的藏嘎村。山上的镇除了政府外，只有夏尔巴人的民居。对于各位朋友来说，如果您来玩，吃住都在山下。目前酒店餐饮都很健全，主要以川菜、藏餐、尼泊尔餐为主。即便是在遥远的边境，也能体验到和内地一样的便利性。这是几十年来咱们西藏的变化，一切都是那条路的功劳。现在陈塘镇的路通了以后，当地的孩子可以到县城里读初中，到日喀则市里读高中，到拉萨全国读大学，大人也能自由选择工作，但在以前无法想象。在咱们祖国的支持下，不说各个大富豪，但好了很多。通过实地查看，卓玛明白了，无论再遥远都有人牵挂，这是实实在在的。走了一圈，其实山下并不大，几条街不到半小时就能逛完。除了吃喝住，也有一些可以玩，比如唱歌、打球。目前山下到处都在修，咱们看到的样子是这几年通路的成果。相信未来陈塘镇口岸也能更繁荣，和扎木、亚东这些地方一样。过去咱们来不了这一座高原孤岛，现在各位朋友都可以来看看，感受夏尔巴民族的文化。下期视频就带大家看看夏尔巴人的一些传统文化，他们靠什么生活？这里算是全中国最远的地方之一，但是一点都不落后。各位朋友觉得西藏乡村发展如何呢？卓玛在这里看到了现代化、